你光这样愁能有什么用啊？又筹不出来钱。你说怎么办吧？这银行打电话都催了好几回了，这钱拿不出来呀。还能怎么办啊？咱们俩的工资加在一块儿，还贷呗。可是就算咱们俩的工资加到一起，才刚够还贷呀。这下个月咱们怎么生活呀？说的也是啊，这还完贷之后，这手里面就不剩多少钱了。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，这贷也不能不还吧，省着点过。那行吧，那就按你说的做吧。明天我去银行把钱还上。儿子，儿子，妈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呢。什么事儿妈？你说吧。妈那群朋友你都认识吧？王姨、李姨什么的。啊，我知道，怎么了？刚刚我们在视频呢，说呀我们要去别的地方旅游。旅游？是啊，他们说要去三亚，听说咱们这边冬天啊，那边可暖和了，说还要去泡什么温泉，所以啊，这妈想跟他们一起去。妈，你要跟他们一起去啊？那得多少钱啊？也不多，我问过他们了，他们说要5000块钱。什么5000？妈，如果你说你去周边游游，30多块钱我还能给你挤一挤。可是这5000块钱我拿不出来啊。儿子，你看妈都没有去过，这是都给老姐妹都已经说好了，这5000块钱怎么着？你还不想让妈去啊？这以后妈怎么有脸再跟他们在一起玩呀？可是妈，现在我跟大美我们俩的经济非常紧张，这个月又赶上房贷、车贷，还有孩子的学费，全赶一块儿了。这个月的还不知道怎么过呢，我上哪给你拿5000块钱啊？是啊，妈，你想玩那也得挑时候啊。你看你平时找我们要钱的时候，我们手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有钱哪次不给你啊？这次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我们这现在还发愁呢。这还完车贷、房贷、孩子的学费之后，我们手里面就不剩什么钱了。那我不管，反正啊，你们得给我想办法。我给你们平时要钱，那才要几个钱啊？这不是旅游，我也没给你们要多，不就5000块钱吗？你们还找那么多借口来搪塞我。你说你不想在农村老家住，那我们把你接过来照顾你，行。你说你不帮我们做家务、干活什么的，我们也理解，毕竟你年龄大了。可是你儿子我现在这经济都这么困难了，难道你还想在我火上再浇一把油吗？是啊，妈，你这也得为我们考虑考虑啊！你不能光考虑你自己，你这拿着钱出去了，潇洒去了，那我给你儿子，我们为了钱天天得发愁啊！我为你们考虑，你们为我这个老婆子考虑了吗？你说你那李姨、王姨，哪一个不是儿子儿媳妇给拿的钱呀？何况我还没要多呢，不就5000块钱吗？这都不舍得了。你说我养你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这妈去旅个游都不给我钱，哎呀，我不活了！你说我怎么养这样的一个儿子呀？这娶了媳妇儿，妈旅游都不让我去，你说我怎么那么命苦啊？我不活了！哎，行了，妈，你别哭了，这邻居听见你丢不丢人啊？要钱是吧？我给你。这些钱本来想当着下月生活费呢，这也没多少，就1000多块钱，你看够不够？那肯定不够啊，那5000块钱呢？行，那我再找朋友给你借3千，这样行了吧？借3千啊？啊，那还差几百呢？妈，你别得罪进尺啊！行，3千就3千，行，你赶快给我借啊！我先给你收拾东西了，收拾几件好看的衣服到三亚穿。你怎么想的？我问你呢，你怎么想的呀？你把家里仅剩的钱都给你妈了，这也就算了，你还要去跟她借3000块钱，那咱们下个月怎么办？下个月这发了工资，不仅要还房贷车贷，还要还3000块钱给你朋友啊！照这样下去的话，咱们不是一直在填窟窿吗？这我知道，可是我能怎么办呀？你看我妈都那样了，大不了以后我多加点班，挣点加班费，这个窟窿我会慢慢填上的。日子
只能抠着算着过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事儿，就是明天我妈要过生日了，这又得需要钱，怎么办吧？哎呀，是啊，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呀？要不这样吧，大美，等一下我去借钱的时候，我多借几百，你拿这700块钱去商场给你妈买点礼物。明天你们过生我就不去了，我这儿还不如去公司多加会班，多挣点钱呢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你向我替他妈道个歉。好，我会跟她说的。行了，这时间也不早了，赶紧去休息。呀，大美回来了。啊，妈，你这是什么呀？啊，刚买的衣服。给我买的。啊，这。呀，你是说今年挺流行这个红色的？妈，不是给你买的，是给我娘家妈买的。给你娘家妈买的？大美，你这就不对了哈。这我想去旅游，你给我儿子2个人说这没钱那没钱，到处都欠账，这怎么给你娘家妈买衣服就有钱了？这个衣服应该不便宜吧？妈，这衣服不值什么钱，不贵。再说了，这给我妈买衣服是因为明天我妈过生日呢。看你娘家妈过生日，那明天我还要去旅游呢，我正好还找不到衣服穿呢。明天我就穿这身衣服了，这个衣服不能给她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那衣服你不能要，这是我给我妈挑选的，你给我啊。哎，你怎么还跟我抢啊你给你妈挑选的又怎么了？正好我跟你妈胖度差不多，她能穿，我肯定能穿。这个衣服我明天旅游的时候穿。你怎么那么过分呢？我怎么过分了？你作为一个儿媳妇，你不给你婆婆买衣服，都不能光给你娘家妈花钱呢？怎么着？这婆婆永远都比不上自己亲妈？妈，你说这话的时候，你摸着你自己良心了吗？自从我嫁进这个家之后，我哪点亏待过你？我衣服鞋子什么的，我给你少买了吗？再说了，我娘家我都1、2个月才回去一次，我就只给她过生日的时候买了这么1件衣服，你就有意见了？我往你身上花钱的时候，你怎么就不说呢？还有，你想来我们这里住，我们立马就把你接过来了。接过来之后，你1不做家务，2不打扫卫生，什么都没让你干过，天天把你像老佛爷一样供着，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？你想要出去旅游，这没钱，我们都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你，这小白还要给他朋友借3000块钱给你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这不是你应该的吗？那我把我儿子养那么大，我容易吗？我现在年龄大了，我想出去旅个游，穿个衣服都不行了。是你不容易，那我爸妈从小把我养到大，他们就容易了吗？别以为全天下的当母亲的就只有你最伟大。这自从我跟小白结了婚之后，这家里面有什么事情都是我娘家妈他们又出钱又出力的。你呢，1不出钱，2不出力，你为我们做什么了？你什么都没有为我们做过，你凭什么坐在这里趾高气扬的问我要东西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婆婆，你就应该给我买，这是你做儿媳妇应该做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不给我买，我就到处跟别人说你不孝顺。我不孝顺。对，你就是不孝顺。啊，大美，你们吵什么呢？在门口都听到了。儿子，你回来的正好，你来跟说说，这你媳妇儿给你老丈母娘买那么好的衣服，这明天我不是要旅游吗？我就说这个衣服让我穿，她就不乐意了，在这给我讲了一大堆大道理。你说说她怎么一点都不孝顺呀？不就1件衣服吗？都不舍得给我买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这衣服能有多贵啊？我一共就给大美300块钱，更何况这大美明天他妈过生日，给她买件衣服也是应该的呀。那我不管，反正我是看上这个衣服了，这个衣服我必须要穿上去旅游。妈，你能不能别闹了呀？这平时大美他妈对我们家什么样，你也清楚呀。这我结婚的时候，这彩礼给他们呀，他们全拿回来了。这买房子的时候，他们家还出了不少钱呢。那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？那是他闺女，出点钱又怎么了？还值得在这说呢？
妈，什么叫应该的呀？这应该吗？大美啊，他就是不拿，咱们家也说不出什么吧。他是看我们小两口啊，这过的日子挺辛苦的，他是可怜我们，来好心帮助我们。而你呢，作为我的妈，你干什么了呀？成天不是吃就是喝，然后就是玩，和那些小姐妹什么的，成天想着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想着到哪去玩。这同样是做父母的，这差距怎么这么大呀？儿子，你怎么这样跟我说话呀？我可是你妈，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容易吗？他妈赚点钱又怎么了？反正他们家有钱，有钱就多出一点呗。妈，你是把我养大了，但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也应该清楚吧？你要什么，我给你买什么；你要钱，我给你钱。可是换来的是什么呀？换来的是你越来越得寸进尺，越来越过分。我过分什么了呀？儿子，我看了，你就是娶了媳妇儿，就是忘了娘。我还告诉你们，今天你们说的天花乱坠，这个衣服我也要定了，穿上试试。妈，你听我话说完行不行？你说你想要衣服是吧？啊？我觉得这衣服300块钱配不上你的身份，要不这样吧，我领你去商场，给你买个更贵的，买个几千的，行吗？真的？真的。这才是我的好儿子嘛！行，这衣服我不要，给你妈吧。儿子，走，咱们买几天的去。行，走，来妈，慢点啊。儿子，怎么回事？儿子，你不是带妈买衣服的吗？妈，我觉得我应该给你点教训了。你自己在外面好好想想，这些年你到底做的怎么样？如果反应好了呢，你就进来；如果反应不好的话，那你就回农村老家吧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儿子，你不能这样对妈呀！儿子，妈，你也别怪我不孝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你呀，在外面好好待着反省吧，什么想好了再跟我说。行了，大美，以后咱妈不会对你说什么。